土耳其国产隐身战机项目引发外界关注。此前还有消息称，土耳其可能引入中国技术。美国军事专家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土耳其国产的 TFX 隐身战机项目正式对外界公开了项目进度。从土耳其官方发布的一系列照片来看， TFX 隐身战机的首架原型机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完成度。从其外观细节来看，可见其机身主框架结构已组装完毕。从机尾部预留的2个发动机安装接口来看，进入实际建造阶段的 TFX 与先前展出的等比例模型一样，均是采用了双发动机布局。除了主襟翼与尾翼尚未安装外，可以说整个 TFX 原型机的基本外观样式已经确定。后期即便有细微的调整设计，也理应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伴随着这一消息的传出，外界的普遍看法对此也是感到相当意外。土耳其想获得隐身战机的想法由来已久，先前曾和俄罗斯洽谈过关于苏57隐身战机的采购事宜，还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出面，与俄总统普京一道参观苏57隐身战机的真机展示，让外界一度觉得土耳其买苏57这事儿是8九不离十了，但最终却不了了之，也没个下文，原因不明。再有就是，土耳其曾是美国主导下的 F-35隐身战机项目合作国之一，负担 F-35隐身战机机身中段结构件的生产工作，并下单采购。只是后来因为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防空导弹一事，和美国闹得相当不愉快，最后不欢而散。美国随之将土耳其踢出了 F-35项目，并撕毁订单。如此一来，土耳其在俄制与美制隐身战机这2条路上就都没走通。从表面上来看，土耳其选择自研国产隐身战机似乎是一种无奈之举。既然买不到，那就只能自己造。尽管现如今的土耳其在国产隐身战机上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首架原型机建造工作算是有了点眉目，但依旧有外国媒体和军事专家质疑土耳其研发建造国产隐身战机的能力。就比如美国知名军事媒体《军事观察》杂志报道称，土耳其作为一个航空工业底蕴薄弱的国家，连性能平庸的普通航空发动机都无法做到自研自产。之前还在武装直升机发动机问题上被美国掐过脖子，现在土耳其要自研自产，代表世界顶尖航空科技的第5代隐身战机。美媒认为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不说不可能完成，至少也是难度极大。美媒指出，土耳其虽在无人机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要注意的是，土耳其连无人机使用的发动机都无法做到自研自产。已经被俄军炸成一堆废墟的乌克兰马达西奇航发公司，先前就曾是土耳其无人机发动机重要的供应商。另一方面，土耳其别说是研制5代机了，先前连4代机和3代机都没有研究过。土耳其空军现如今的主力依旧是美制 F-16战斗机，没有任何一架土耳其国产的战斗机在土空军服役。这一上来就说要研制国产5代机，其面临的难度可谓堪比天高。有意思的是，美媒的报道在这里话锋一转，表示土耳其虽然在尝试引入俄制和美制隐身战机的问题上，最终都遭遇到了失败。不过，土耳其现在还有一条路可选，那就是同样掌握尖端隐身战机技术的中国。美媒在其后的分析中称，尽管土耳其曾和中国达成过一些军事合作，引入过一些中国武器技术，但那和先进的隐身战机相比都是不值一提的，技术先进性和重要程度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不可同日而语。土耳其作为北约国家的身份，结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现如今同中国的关系不佳，使其很难从中国获得需要的5代机技术，可能性几乎为0。实际上，美专家分析，土耳其从中国获得5代机技术的可能性一事，倒不是空穴来风。土耳其媒体先前就曾报道过，有一个神秘的超级大国希望用5代机技术换取土耳其的无人机技术。
外界起初以为是土俄两国会达成合作，俄罗斯用苏57隐身战机技术交换土耳其无人机技术。毕竟俄罗斯在无人机领域真的存在一些短板，而无人机恰巧又是土耳其的长处，取长补短，刚好一拍即合。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土耳其媒体最后出来揭晓答案，表示这个想用5代机技术换土耳其无人机技术的神秘超级大国是中国，并且已经被土耳其拒绝。原因更是搞笑，说是土耳其军工部门研究后评估认定中国5代机技术不够先进，不如北约技术。有土耳其媒体这么自导自演，也没给出任何证据的一通报道，西方媒体对此也是纷纷跟风。虎妞预计，美专家分析土耳其获得中国5代机技术可能性的原因，也是由此而来。但军事评论杂志好歹也是专业性较强的美国知名军事媒体，土耳其看不上中国5代机技术这种事儿，明眼人一看就没有多少说服力。撰写报道文章的美国军事专家对土耳其媒体的报道也是只字未提，更无谈认同其说法和观点，只是再度强调土耳其很难追上中美两国的尖端战机技术。